看来想要获得这里的神物，我们怕是要合作一番了。郭九牧的声音淡淡传出不远处的东魂听闻此番话语，自然也是明了其中的意思。刚刚与郭九牧联合，他的五行之力竟然能够与自己的阴阳之力相互映衬，达到了巧妙的升华，这倒是让他都有些惊讶。但是刚刚与金光之手交战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联合下，无意间让自身的力量得到巧妙升华，恐怕就算是他们二人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能够抗衡住那只金光之手。所以想要夺得金光之手这道神物，那么唯一的机会就是他们联手，不然的话，任凭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人都无法轻易的抗衡那只金光之手。为了能够先稳住眼前他所面临的局面，为了能够夺得金光之手，阴阳殿的东魂也只好答应下来，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抗衡住金光之手的力量。好，我可以暂时与你合作，不过事先说好，金光之手还是靠自身的实力夺得，如何？东魂的声音有些低沉的道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只要联合将金光之手的力量压制，那么接下来谁能够获得神物，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了。郭九牧的语气也是非常的严肃，对于有着一丝玄妙道法的金光之手，他们二人肯定最后也会拼了命的去争夺此神物。一旦获得此神物，那么对于郭九牧以及东魂来说，都是能够让他们彻底的提升战斗力，届时就算是面对那些九重天位神巅峰，也有着一战之力。有了与那些九重天位神巅峰的争夺者对抗之力后，最终的万界圣子之名说不定就能够唾手可得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们二人的脸上皆是浮现出一抹已经胜利在握的笑容。想必那神物应该就在这废墟的深处了。郭九牧的眼神透出一丝异样的光芒，他望向前方伸出的荒凉之地，那里似乎隐藏着古老而强大的秘密，浓郁的原始气息如同迷雾般在空气中弥漫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贪婪。他与东魂默契的相视一眼，二人如同两道流光，迅即朝着那深邃的谷底冲去。他们的步伐矫健，速度极快，一眨眼的瞬间就已经不见身影。而还在原地的丹神塔以及阴阳殿众人也是后知后觉的催动神力，紧跟其上。吴雪小师妹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跟来，因为你的实力可是我们之中最差的，还是在这里等我们吧。冷儿迈出步伐，对着吴雪冷冷地说道，其原因就是让吴雪没有再进去。刚刚那大师兄对吴雪的关心，可是让冷儿极其的嫉妒。三师姐，此次乃是万界圣子争夺战，我有没有实力，恐怕也不是你说了算。吴雪直接淡淡的反驳道，对于她这位三师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，其原因就是对方拉屎莫名其妙的针对自己。呵呵，小师妹，希望你的实力有你的嘴巴那般厉害哦。冷儿轻声一笑，便是朝着深处急速掠去。吴雪望着冷儿即将消失的身影，她朝着四周看了看，然后也深入了废墟的深处。画面一转，他们基本上都是高阶天位神之上，那么徒手就能够撕裂空间，所以他们的身影很快就来到了废墟的最中心。然而他们到了这里时，被这里的场景给震撼到了，因为他们看到了在这区域，天都是极其的灰暗浑浊，而大地都出现了一道望不到边际的巨大的沟壑，而这沟壑更是深不见底，其中仿佛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气息。这里的天地中弥漫着绝望的浑浊之气，甚至还有望不到边际的巨大沟壑。难道这里真的发生了一场灭世的大战了？郭九牧和东魂两道身影率先出现在了这片天地间，他们俯视着下方深不见底的沟壑，感受着这里的弥漫浑浊之气，眼神中都透露出不可思议。九牧兄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与千万年前的那一场天古浩劫有关。东魂也是在观察了四周如此惨状的画面后，开始分析了出来，他们阴阳殿的底蕴本来就非常的古老悠久，或许在他们的势力中，关于天古纪元时期的浩劫应该多多少少也知道那么一点。天古浩劫吗？我也听师傅们讲起过，那是一场大宙毁灭级的神战，千万年前诸多天位神以及主神都陨落其中，导致了如今的大宙中主神大能都是少之又少，甚至已经都无法突破到主神领域。在这数万年来，唯一一位能够突破到主神的领域的，怕是除了神元宫的那位公主。讲起神元宫那位公主的时候，郭九牧的眼中散发出无法掩饰的羡慕与嫉妒，甚至都带着一丝恭敬与崇拜。就连阴阳殿的神交东魂也是如此，毕竟一位主神大能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突破的。想要突破主神的契机就是大宙中的道义，只要能够领悟大宙的道义，那么就能够让自己突破天位至古，迈入那大宙的最高境界主神。但是如今的大宙中，那些玄妙的大道之法似乎被隐藏了一般，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突破到主神领域，那么此人的天赋以及机缘怕是都已经好到爆了。而如今郭九牧和东魂愿意暂时合作，则就是因为那只金光之手中有着一丝极少的道法，就算是一点点的道法，对于他们九重天位神来说，那是比什么天地宝物都要极其宝贵的存在。东魂兄，希望我们在合作期间不要是什么阴险，等我们联手突破了一切的阻碍后，我们就光明正大的打一场，实力最强者
就可以获得那只金光之手。郭九牧显然也是有些信不过这位来自阴阳殿的神蛟东魂，毕竟此人阴险狡诈，就算在合作期间也都需要防着他一点。东魂听后则是大笑一声，哈哈，九牧兄这是信不过我呀。既然你我都是9重天位神，那么合作自然都是诚心的，所以不要担心我会在中途使什么绊子。郭九牧也是点点头，既然对方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么也稍微放心了一些，但也会提防着对方的气息动向旋即。郭九牧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下方那深不见得的沟壑中，其中一片黑暗，但隐隐间也有着一道道微弱的金光弥漫。看来那只金光之手应该就在这沟壑之下了。郭九牧的声音有些低沉，但可以听出来他的内心中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对于这道神物，他们可都是势在必得。郭九牧和东魂二人一双眼睛凝视着下方，他们都知道这沟壑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，但也无法阻挡他们进入其中的脚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所以就算里面存在着非常危险，也都要冒险一次。他们望着深不见底以及望不到边际的沟壑，仿佛通往另一个世界一般，非常的让人感到神秘。下一刻，两道身影直接冲入那深不见底的沟壑之中，但是就在他们二人即将要进去的时候，一股力量直接挡在了他们的身前，使得他们二人的身躯都是往后退了数步。这股力量，郭九牧和东魂二人都能感受到，从沟壑深处散发出的原始力量正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律动着，它无形却又强大，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罩，将所有好奇的目光和探索的手臂无情地挡在外头。但尽管如此，郭九牧和东魂的眼中却没有任何的退缩，只有对未知的渴望和对力量的追求。无论是废墟的破碎，还是沟壑的深邃，都将成为他们夺得神物的垫脚石。尽管金光罩牢不可破，郭九牧和东魂的步伐却越发坚定，他们的目光如同穿越亘古的长河，直指那原始力量的源泉。想要破了这股力量，看来是需要你我同时催动五行之力和阴阳之力了，不然仅凭我们任何一人都无法抗衡这股力量的阻挡。郭九牧眉头微微一皱，便是说出了破解这道金光罩的方法。那只能如此了。东魂双掌交错，如行云流水般自然，一道道玄之又玄的阴阳之力自其体内涌出，仿佛两股无形的潮流在他的掌间相遇旋转，缠绕黑白两色的能量仿若夜宇宙的交替，蕴含着天地间最古老的秘密。他们在东魂的引导下凝聚成光华璀璨的太极图案，那图腾中蕴含的力量波动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。而郭九牧也不甘示弱，他的身影在五行元素的环绕中显得愈加的神秘。5种元素金木水火土在郭九牧的操控下汇聚成5色光芒，交织成一张绚丽多彩的天网。它在空中翻滚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辉，宛如来自神话中的神兵利器。就在两人力量达到顶峰之际，东魂与郭九牧齐齐出手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升华，在他们之间诞生。这力量如同2条巨龙在天际纠缠，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，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的释放，凝聚成一道光束，直冲云霄，最后落在了下方的金光罩之上。轰！最终这道光束轰击在那金光罩上，仿佛一颗陨石撞击在大地之上，空间在这股能量的冲击下仿佛纸张一般裂开，四周的景物在这一刻都仿佛被吞噬进了无尽的虚空。五行之力和阴阳之力的融合得到了完美的升华，竟是超乎想象，仿佛能够克制天地万物的力量。裂纹迅速扩散，下一刻不管是空间还是金光罩都在瞬间破裂而开。紧接着金光罩被击碎后，金光开始消散，两人的力量也随之一同消散于无形静默之后。四周恢复了平静，但那震撼人心的场面依旧在他们二人的心中回荡。五行与阴阳竟然能够相互相应，得到如此完美的升华，这还真是有所出乎意料啊！郭九牧和东魂二人的脸上带着惊骇之色，这一次的融合升华可比之前的一次更加的奇妙，使得力量更加的强大许多。九牧兄，看来我们二人如果继续合作下去的话，那么万界圣子之名将会由我们二人。东魂此时也是将心中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，毕竟在万界圣子之地中还有一些比他们还要强大很多的神交强者，如果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，恐怕难以争夺到最后。如今他们无意间将五行之力和阴阳之力的调和下，竟然能够使得他们的力量提升至此，那么自然不能浪费这样的一个新发现。看来东魂兄与我想的一样，但这道神物我们依旧是由我们凭实力夺取。郭九牧也是一脸冷笑的看着对方，他们彼此心里其实都打算着自己的算盘，毕竟这是他们唯一获得万界圣子的机会。二人也是自信满满的达成了合作，有了五行和阴阳的调和升华力量，怕是就连9重天位神巅峰都能够抗衡。圣花殿、天罗殿、神罗殿的神交都不会有惧色，就算是神器联盟的那位天龙大神君也不在话下。郭九牧和东魂对视一眼，立马以最快的速度冲入下方那深不见底的沟壑中，默契的施展开强大的神魂力量，在沟壑的幽深黑暗中穿行。他们能感受到下方有一股原始力量在涌动，像是沉睡的古老巨兽，随时已经逐渐的觉醒。郭九牧和东魂两人的心跳也是在此刻加快了一些。
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随着他们不断下潜，沟壑的深处不再是纯粹的黑暗，金色的光点开始在他们周围闪烁，如同深渊中的星辰，指引着前行的方向。金色光点时而聚集成团，时而散落成线，为这黑暗的深渊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东魂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他能感觉到那股原始力量越来越强烈，仿佛即将触手可及。然而沟壑的深邃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无尽的虚空让他们不得不警惕。越深入下方，一股强大的压力也是对着他们笼罩而来，其中更是有可能极其的危险。两人小心翼翼地在空中悬停而下，强大的神魂力量在他们周身形成保护罩，抵御着四周无形的压力。